因为我生不出孩子，婆婆不喜，老公偷情，但她不知道。很早之前我就给她买了出轨险保险金，到账这天，小三上门耀武扬威，指着我儿子说是他们的爱情结金婆婆，跟着大骂我是贱人。我呵呵一笑，拿着5000万保费，把公公的秘密对到3人面前，看看谁贱。叮，幸福宝到账5000万。刚才还瘫软在床的我，立马来了精神。我老公跟那个女人上床了，除了闺蜜，没人知道我偷偷给老公买了保险，出轨险，且把保额加到最大，只要他婚内跟别的女人上床，我就能得到这笔钱。没等我仔细查清5000万到底几个零，儿子就哒哒哒跑了进来，把刚吃完火龙果染得通红的嘴毫不保留地蹭到我的白衣上，一脸纯真可爱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我轻轻地掐着他的脸，微笑地道：没关系，妈妈不在意。他的眼里有恶作剧的得意，手下小孩子的皮肤幼嫩细滑，我一点点加力，直到他哇的哭出声。婆婆闻声立马冲了进来，看见乖孙子脸蛋上2个红印子，顿时就心疼坏了，指着我就恨恨地道：我儿子是瞎了眼，怎么就娶了你这么黑心肝？妈，我跟他开玩笑呢，你怎么还当真呢？我指着他的孙子说：你看，周周不也还在笑吗？你是欺负他不会说话呀。他抱着拱在怀里的大孙子开始表演：我家是倒了8辈子霉啊，有你这么儿媳，我……别装了，你儿子又不在，一句话让婆婆闭嘴。晚上10点，严明回来，还没进门就皱着眉头。妈给我打电话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你把周周的脸掐红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给他递上拖鞋，接过他手里的皮包和外套，我那是跟周周开玩笑。你也知道妈多紧张周周，今天的酒局顺利吗？这下他被我问得一愣，不抽烟纯酒局。我拎着严明的外套对他说，这酒味也太重了，活像泡了一样，可能连严明自己都没发现。他通常的应酬都是烟酒味，只有不通常的才只有酒味，就像故意把酒倒在衣服上，味道浓厚。严明嗯了一声，扭头就进了卫生间。他放在茶几上的电话恰好亮起，屏幕上是邹月的信息：严哥，我到家了。此时我的手机也传来了一段视频：阿月太棒了，月月好宝贝，我的大宝贝啊！幸好因为我每天要早起做饭，为了不打扰严明，故意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小，否则严明的浪叫就要传满整间屋子。伴随着激烈喘息声的是严明涨红的脸，他的发质很软，所以运动出汗，散乱打捋的发丝就会贴在头皮上，而摄像头的位置选得极好，不仅能看清他那张杏头上的脸，甚至连他上下起伏、肚子上的肉颤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油腻的像快上等的五花。想到严明动情时也会叫我月月，顿时就活像生吞了纸老鼠一样恶心。他身下是邹月那张姣好的脸，我细细看着这对沉浸在情爱海洋里一无所知的男女，想到这一场价值5000万的床戏，顿觉浑身舒爽。在瞄眼周周的房间，这些年的憋屈可算是要结束了。我和严明结婚后，一直没孩子，婆婆明里暗里的点拨我，即使下楼扔垃圾，也能听见她跟隔壁邻居抱怨，说他儿子好惨，找了个不下蛋的母鸡。结婚第3年，我和严明一起去做了生育检查，大夫当着我的面告诉他我受孕艰难，试管也恐难成功。他锲而不舍，直到通通被否定。那一瞬间，他看我的眼神复杂，有怨恨。从医院回来，家门刚被打开，婆婆就冲出来，看都没看我，就是一边哭一边摔打严明的胳膊，是他不长眼，不孝顺，哭天抢地道，他这是要绝我们老严家生路啊！像破锣一样尖锐的嘶喊声引得周围邻居都出来瞧热闹，50、60岁的大妈凑作一团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想不明白，以前每次见面都会笑嘻嘻打招呼的人，夸你懂事，赞你能干，说老严家娶了你真是有福的人，怎么此刻就好像拥有了同个仇人一样，满面愤慨，嘴里颠来倒去都是生不出孩子，怎么还有脸还上门？严明到血霉，怎么娶了这么个女人？那一刻，因为不孕的罪名，
我被这些已经成功下蛋的上位者们公开处刑，对着我的子宫说禁恶独裁，将将醒悟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什么漂亮懂事能干不重要，能生最重要。难怪他们爱交流育儿心得，拿着照片显摆，即使平常没说过2句半的话，也要拉着你的手让你知道，站在领导旁边的是我儿子，上电视的是我女儿，因为这就是他们一生的个人业绩。我这样的次品怎么能出来祸害人？攥紧的拳头里是指甲出漏的疼痛，只有这样我才能依旧挺直腰杆，可还是忍不住把眼巴巴的眼神递给严明，希望他能替我说句话，哪怕一句可惜。从始至终他就没看过来，只一个劲地跟他妈认错道歉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屋外，扶着他那对不起8辈祖宗，没了孙子这个家就要塌了。要死要活的妈进了屋那天，东北零下30多度，我觉得都没我的心冷。那天我回了娘家，爸妈知道后是一阵的沉默，他们脸上先是震惊，然后是愧疚，唯独没有问问我怎么样。好像在不能生孩子这件事上，他们都是受害者。除了我那天之后，我爸组了个局，他端着酒跟婆婆低声下气，言语里的对我身体不行，生不出孩子的歉意，就像洪水一样灌得我喘不过气。以前我爸他总习惯昂头挺胸，这一次却因为我把眼睛对准地面，弓起的腰背上像驮着大石，怎么都直不起来。婆婆却看都不看，端着桌子上亲家公给倒的茶水，慢慢悠悠地和我想起严明那时想跟我结婚，因为条件有限，他买不起房，又给不起彩礼，也是在这家饭店，他弓着身子求我爸答应，不管生老病死，他会对我很好很好。那时候婆婆殷勤又讨好，可现在呢？只因为我生不了孩子。我们家严明可是3代单传，他这是要让我们老严家断子绝孙。咱们再想想办法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我想跟严明说开了，谁也别耽误谁。但不成想，他要拿孩子恶心我。不久后，我生日，严明亲自下厨，全是我爱吃的。他抱着我哄着我，让我错觉回到从前，我和严明大学毕业，一起留在了青市。那时候没钱，我们一起住便宜的出租屋，2个人每顿1道菜，每半个月出去改善1次伙食。他会特别留意我多吃了哪道，然后偷偷的学，再做给我吃。他有一个本子，里面记满了我爱吃的菜，而答应他，不是他攒了1年才买的第二，而是那本沾着点点油污，却被反反复复翻看到卷边的小菜谱。他在床上极尽温柔，情到深处。严明对我说，我们领养个孩子吧。可我有点犹豫，月月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你生不了孩子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领养一个。看着严明殷切的眼神，我想这段感情对严明来说也是有不舍的吧，那就再努力一下吧。妈那边，你放心，都交给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被他眼底的真挚打动，又或者是鬼迷了心窍。几个星期后，我们一起去了医院，严明的医生朋友介绍说可以让我们先看，之后再联系福利院领养。屋子里有4、5张婴儿床，躺着的都是几个月大的 baby。 我看着严明从进屋就没放下的笑脸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没想到原来他这么喜欢小孩。可后来我才醒悟，这天严明满脸的笑，根本不是因为喜欢小孩，而是实打实的初为人父的欣喜。看他如此高兴，我想要是不分开，领养一个也是好的。一只软软的小手捏住了我，大大的眼睛直看得人心软。瞄了眼标签，可惜是个女孩。月月，过来看看。我走到他身边，看向床头，是个男孩。月月，你看是不是有点像我？严明指着孩子激动地说，就他怎么样，跟我这么像，一看就是有缘。他很兴奋，虽然在征求我的意见，但我知道他是认定了的。但严明进屋后就只看了这一个孩子，明明还有3、4个小孩子没看。下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他为时这么笃定。仔细打量着床上的男孩，真的很像严明，笑起来左边脸颊都会有个小小的酒窝，嘴唇不是很厚，鼻梁骨却高挺。只是严明是单眼皮，这个孩子有一双非常明显的双眼皮，眼窝相比一般人要深一些。我感觉很熟悉，看着看着捂得起了鸡皮疙瘩。我不敢相信，这个孩子难道是……不敢多想，
从医院出来，我就给闺蜜打了电话，严明时再等不及。1个星期后，我们就把男孩领养了回来，不知道严明是怎么跟他妈说的。总之，婆婆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大孙子，起名叫周周，甚至还主动过来帮忙第一次周周喝奶粉。我在网上现学教程，可周周刚做了一口就哇大哭。婆婆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奶瓶，脸色也跟着拉下来，指着我就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我孙子好过？热这么烫的奶。”还没等我解释出口，她语气变得更不好：“你没脑子吗？你喝试试，这么烫，你让周周喝，是存心不想好吗？”月月，你怎么这么粗心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严明根本不听我指责，接着婆婆的话就过来，脸上的嫌弃也不藏着掖着。这个房子本来不大，婆婆和周周住进来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有些拥挤。可此刻看着婆婆仔细抱着孩子，冲着我刚还扭曲的脸对着周周时，就变成了满面慈祥和笑意。严明维在一旁拿着玩具哄乐他，宝贝宝贝的叫着，给我一种错觉，他们才是亲密的一家3口。这个房子多的不是婆婆和周周，而是我在我正愣的时候，婆婆抱着孩子走过我身边，用肩膀狠狠地挤了我一个踉跄。幸好旁边就是椅子，险险把住才没有摔倒，椅子被拖拽滑出刺啦的声音。严明就好像没听到一般，头都没抬的给周周泡着新奶粉。我与婆婆视线对上，她居高临下，不是亲生的不上心。可惜谁叫你生不出来呢？极尽刻薄回到屋子，看见桌子上摆着我和严明的婚纱照，还有把周周带回来那天我们一家3口的合照。我来回对比着2张照片中的男人，好像是一个人，又好像不是一个人了。我想那天的心软还是错了。此时闺蜜发来微信，看邮件，因为男孩的眼睛似曾相识到让我害怕所以，那天从医院出来，我就联系了做律师的闺蜜，我想让她帮我查查这个孩子的父母邮件，只有一句话：之前跟你说的保险，赶紧买了。点开附件的照片，全是严明和邹月，有各种餐厅饭店的、酒店的。我没想他们还敢有联系。我跟邹月是大学同学，他的性子有点清高，不吵闹，说话办事又很有一套，加上我俩是对床，所以自认为我俩算是好朋友。严明是大我们2届的学长，我爸和他爸又是工友，所以关系走得近。他在大学的时候开始追我，用过很多女生会心动的招数，姨妈期的红糖水，生日的99朵玫瑰花，宿舍楼下的爱心蜡烛，整个班级的女生都眼红过我的。他们说：“月月，真羡慕你。”邹月从不会问我感情上的事，但后来我细细的想，他是会拿话勾的。久而久之，我就习惯了跟他分享一些跟严明的相处细节，和我那些有的没的的心思，我以为是我的关系，才让邹月和严明才有了交集，却不想在大学散伙饭上。本以为喝得大醉的邹月，用只有我俩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：“月月，严明，你把他喊给我好不好？明明我喜欢的更早的，怎么最后是你得到了呢？可能是酒精的作用。”邹月断断续续给我讲了一晚他们的故事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邹月和严明早在高中就有认识，她是他的学妹，他亲过我的，我们就差那层关系了。我好不甘心啊，月月，他以前也叫我月月，尽管饭局上氛围火热，可我当时只觉得有桶冰水从头灌到脚。讽刺的是，昨日我才答应严明做他女朋友，邹月笑着跟我说恭喜那晚的事，只有我知道毕业后邹月去了西城，而我跟严明留在了青石。我原本想这样就很好，他们必须要分开，可电脑上的照片显得我当初的打算如此可笑。最后2张是在医院，第1张严明小心翼翼地扶着大肚子的邹月，第2张严明满脸笑意地看着婴儿床上的孩子，旁边站着他的朋友和邹月。2张照片明显是拍的医院监控，虽然画质不是很清晰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熟悉的医院，熟悉的医生，熟悉的婴儿。可此刻我看着照片，没有生气，只有震惊和恶心。
周周竟真是严明和邹月的孩子。想起第一次看见那孩子时的不适，想起严明自作聪明的把孩子领进来，又想起婆婆当个宝似的含在嘴里怕话，捧在手心怕冷的大外孙，这生活的戏剧性真是让我狠狠地笑了同父异母的兄妹竟生了孩子。当初我爸好心替严叔守秘密保体面，为了让他们彻底断了，我还跟严明面前放狠话，有我没他。现在看来都成了潘多拉的魔盒。严明和邹月亲手打开了它。知道周周身世后，我就立刻给严明买了出轨险。闺蜜告诉我，这款保险受欢迎度很高，有的夫妻用它来检验婚姻的忠诚度，也有的用它实现了财富自由。不过保险的等待期很长，需要1年，且保险想要生效，要有非常切实的证据。出轨方的上床视频为铁证，一旦判定成功，保险金即刻到账。他让我稍安勿躁，在他拍到严明和邹月上床视频前，在这个家里扮演好妻子、好儿媳和好妈妈。1年03个月后，我等来了我老公和邹月的床戏，也等到了5000万。我看着这对兄妹苟合的视频，想到这1年里婆婆的跋扈、严明的算计。婆婆进来不久就把严明工资要了过去，但只要我们一起出去，所有花费却默认我来付。孩子看病、保险，严明工作打点，家用全用存款。我虽然没有记账的习惯，但时间长了也感觉出钱不对劲。有天晚上我起夜上厕所，看到周周房间里亮着灯，凑近就听见婆婆跟严明说，儿子，你这1000、2000的也太慢了。妈，一下子拿多，月也能看出来。当初让你离，你也不离，现在倒好，我大孙子想喝口亲妈的奶都难。婆婆低声埋怨，妈，你还想不想要房子？想不想要钱？我站在门外如坠深渊，原来这才是他们的打算。家庭、男人、房子、钱，一个都不想留给我。身体里滚烫的血液在这一刻彻底变冷，我想看着他们那得意的嘴脸变成绝望和恐惧。严明早上上班，我照例送他至门口，贴心的帮他整理衣领，极尽温柔，贴心的叮嘱，包里我给你塞了药，昨晚喝了那么多酒，今天上班要是头疼就吃2粒，乖巧体贴的态度让他极为受用。对了，晚上给周周过生日，记得早点回来。我也有话对你说。他不明所以的看我，愉悦地帮他扶走落在肩膀上的灰尘，小有情趣的道，晚上说给周周准备的生日餐是这1年以来我最用心也是最愉悦的一次，哪怕遇上婆婆挑刺儿，口吐芬芳，也能微笑应对。甚至有点好笑的是，一度让婆婆看着我直说有病。我们一起带着周周去买蛋糕的时候，遇到了同样带着要过2岁生日的儿子来买蛋糕的家长。他和周周一起趴在橱窗前，认真看着，眼睛里挡不住的好奇和兴奋。那个孩子拽着身后的妈妈，指着一个蛋糕说，妈妈，这个。婆婆看了眼旁边的小男孩，附身问周周，周周想要哪个？他的大孙子兴奋地指着一个汽车蛋糕，婆婆就好像没看见一样，问他哪个呀？说出来，告诉奶奶。周周继续指着那个蛋糕，明显加大了幅度和力度，小手指狠狠戳着玻璃。但婆婆铁了心，哪个？说话告诉奶奶。小孩子仿佛突然没了耐心，拽着婆婆的衣服摔打起来。他人很小，没什么力度，但2只手却很急促地抡着，看放赖的程度，可见是急了眼的。说话呀，你说话，奶奶就给你买。婆婆的语气第一次没了宠溺。周周还在摔打，我想上前，却被婆婆给隔开。旁边的家长看不过去的劝道，看孩子脑袋，你这样不行，都2岁了还不说话，我能不急吗？婆婆急吼吼的道，那你也不能这么逼孩子啊，有的孩子发育迟缓，不行去医院看看。我站在一旁，听着婆婆和那位家长的交谈，热心的出谋划策，自觉无力。自从周周1岁生日后，婆婆和严明就一直引导她说话，没有一次成功。
晚上给周周唱完生日歌，她高兴地拍巴掌，张着嘴啊的乐。婆婆拿着大型玩具车，想再次诱哄小孩子说话，但周周只伸手，嘴里是毫无动静。周周叫爸爸，叫爸爸就给礼物。严明也在不停诱哄儿子出生。自从周周周岁生日后，母子俩这幅景象倒是时常上演。这2岁了，咋还不会说话呢？我听见婆婆在旁边嘟嘟囔囔，莫不是真有什么病吧？妈，严明蹭地站了起来，语气非不好，这是我儿子，怎么可能有病？婆婆一边打自己嘴，一边讨好，看我这嘴，你那时候说话夜晚，男孩子说话都晚。我看着心里只想乐。我知道周周是不会讲话的，他就是有病，他爸妈作恶留下的病。那边诱哄还在继续，门铃却响了起来。我打开门，就看见一脸明艳站在门口的邹月。月月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挡在门口，没打算请他进门。前几天遇到严明，听他说今天是周周的生日，我想我好不容易回来，就擅自做主来了一趟。他拎起手中的礼物，语气里既是试探又是雀跃，你不会不欢迎我吧？是不欢迎，走吧。张其月，他的尖叫声成功把人引了过来。让他进来吧。月月，严明的声音。我没让开，扭头直直地看向身后，可我不想他进来。月月，别不懂事。邹月是来给周周过生日的，还带着礼物，怎么能不让人进门呢？我朝他扯了扯嘴角，扭头看向邹月，冷哼道：我儿子过生日，干他什么事？月月，这么多年，你还在怪我吗？草，绿婊子作恶的声音一如当年。毕业后，我跟邹月就没了联系。2年前，他开始联系我，说什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我这些年都不联系他，他很看重我们的关系等等。现在想来，那段时间应该是他跟严明正打得火热，还怀孕有了周周。严明还是把邹月请进了门，看看跟周周玩的亲密的邹月，我忍不住地说道：周周一向怕生，没想到第一次见你倒是亲近。我看着严明和婆婆像被定住了一样，扑哧乐了出声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邹月笑笑地看着我，眼里是毫不遮掩的得意，装都不装一下。对，缘分就是缘分。刚刚被问的当机婆婆也跟着和稀泥。这一家子的人啊，还就是喜欢把人当傻子，让我出钱出力出房子，他们还要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演戏，那我就把那层窗户纸捅破。邹月不来，原本我还想跟严明和平解决，真可惜。严明，我出声叫他，他没理，我又大叫了一声，这下子所有人都看过来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在说什么？月月，就因为我让邹月进门。严明语气开始急促又不耐，他一贯觉得你无理取闹的时候都会这样，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你们以前不是好朋友吗？有什么误会？这么多年也该放下了吧。我怀疑我以前是眼瞎，他明明装模作样的很明显，怎么现在才觉得恶心？别把人当傻子了好吗？离婚吧。离婚行，你净身出户。婆婆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净身出户，我气笑了。这房子可是我婚前财产，我净身出户，你连个蛋都没生出来，还想要房子？婆婆叉着腰，一脸凶狠和嚣张。恰好此时邹月和严明都站在她身后，显得人多势众。我的嫌弃再也忍不住，来，严明，你跟你妈解释解释，啥叫婚前财产？严明一把扯住他妈，满脸菜色和不悦。月月，别闹了，你要是不高兴邹月进来，我现在就让他走。说着抓着邹月就往外拖。我确定我以前是真瞎，眼前这个男人，刚刚还一脸斥责我的男人，现在为了房子就能翻脸，不顾自己的妈，甚至想使蛮力把邹月拖出去。我之前竟然还当宝，还因为他伤心难过。严明，就因为他一句话就让我走？你那天明明说……邹月没等我听完就被严明打断。月月不高兴了，你先走，
邹月尖叫着严明的名字，弓着身子抵抗他的拖拽，一手紧紧扒在厨房的吧台上，一边叫嚷：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，凭什么我走？明明是他霸占了我的东西。严明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严明被他质问的一愣，邹月看准时机，突然使了大力，把手拽了回来，像疯狗一样冲到我面前，满脸兴奋地对我说：张启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跟严明早就在一起了。他毫不怜惜地把从刚才就呆愣在地的周周拽到眼前，你看看，看看这张脸，像谁？跟我像吗？严明冲过来捂他的嘴，可他疯了一般。哈哈哈！张启月，你就是个傻子。周周是我跟严明的儿子，是我们的儿子。没想到吧？你爸爸养了2年的男孩是我跟严明的儿子。他嚣张得像母狗一样，冲着我狂吠。没错，婆婆此时也站在了邹月旁边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钱都拿出来。钱？你问问严明，我手里还有钱吗？婆婆扭头看了眼向她摇了摇头的严明。不可能，前2天你还买着买呢。她态度强硬又嚣张。存款啊，妈，当时花钱的时候你不是也很开心吗？我笑笑地看着婆婆。自从知道了婆婆和严明的打算，我就想明白了，这钱等着他们一点点挪走，还不如全都花了。张启月，你当我傻吧？今天出去你偷偷去金店干嘛了？要不是我看见，回头问柜台，我都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钱，订了500克金条。婆婆这话一出口，严明就跟着瞪了过来，理直气壮摆出一副你给我个解释的样子。啊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1年前我给严明买了出轨险，今天保险金到账了，我用手比出了数字，5000万。什么？婆婆一声尖叫，响破云霄。我没理眼前听到5000万龇牙瞪眼的老女人，只转头对向邹月。你想知道周周为什么2岁了还不会说话吗？刚才环剑拔弩张的空气变得很静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也从愤怒转成迷茫。因为你呀，扫视着这一屋子的人，我指着邹月和严明，你和他是兄妹，同父异母。你放屁！婆婆大吼，她杯子被摔落地。张启月，男人愤怒的声音接连响起，这种谎话你都能说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可没有骗人。你问问邹月，她是不是没爸？婆婆和严明同时转头看向邹月，看得她一愣，但转瞬就回过神。我爸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月月，大学时我就跟你说过，你现在拿这事来说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道歉，张启月。严明这时候像足了男子汉大丈夫，笑笑地看着眼前人的惺惺作态。我好想知道他的这份正义凛然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严明，你爸在外养3，我指了指邹月，可他妈生孩子没钱，生他还是跟我爸借的。没等我继续说完，严明的妈妈嗷的一声就冲了过来，你撕烂你的臭嘴！幸好我躲得快。严明把他妈抱在怀里，女人此刻满脸扭曲，挣扎着要脱身冲来。张启月，你这个贱人，当初严明就该直接让你滚，你现在还有脸在这边瞎话，编排你公公，你丧良心？婆婆，当年你不也在吗？我看着她挣扎涨红的脸，因为这句话好像想到什么而瞬间惨白下去，一字一句道：青市利好酒店大榕树下。之前你们说什么来着？缘分，对，就是缘分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刚好那天我也在。要不是公公突然车祸去世，这小三恐怕当年就揪出来了。婆婆，你说是吗？刚刚还有无穷气力想冲过来撕烂我的女人，此时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从严明的怀里滑了出去，瘫软在地。很有经验的严明似乎已经从我们的对话中悟出来了，恍惚了一下，赤红着双眼上前扣住他妈的肩膀。怎么回事？妈，你说话呀！从他泛白的骨节看，明显是使了大力，只是他眼前的女人怔愣，回答不了他。严明还在冲着他妈咆哮，我竟忍不住地替婆婆感到难过，好像整件事中最可恶的人是他妈一样。可婆婆也只是个受害者。
当年虽然看到严明的爸爸与一个女人出入酒店，但那时我还太小，啥也不懂。多亏我妈，严明爸爸车祸出事后，那个女人大着肚子找到我爸借钱，两人在餐厅吃饭，被我们遇见。我妈以为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爸的，气得当场要离婚，没有办法，我爸才交代了实情。我会知道，则是那个女人一直还不上钱，我妈跟着我爸的屁股后面要，俩人因为这件事吵了不知多少回，我才知道严叔生前有个情妇，还偷偷给他生了个女儿。有时候命运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。初中那会，我生了一场病，休学3年，邹月上学又早，这才机缘巧合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成为了同一个宿舍的室友。而让我知道邹月就是严叔私生女的，也多亏了他自己。毕业散伙饭之后，再看严明，很难不让我去想到邹月，想到严明在我之前就跟邹月拉拉扯扯，当我面还装着不认识，只让我犯膈应。本来我想跟严明说清楚，这对象也别处了，但邹月的妈妈突然来了，接邹月一起去西城。尽管已经过去了10几年，但她保养得很好，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当年大着肚子的女人，严叔叔的情妇。我自以为他们以后肯定不会再见，再加上这层隐晦的关系，让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。而我跟严明又是刚刚确认关系，他对我又极好，我就全当不知道。但当时为了确保，我跟严明和邹月都放过话。邹月，我看着已经被炸得魂都出窍的女人，你忘了我劝过你的。毕业你走那天，我让你别再接近严明，去了西城就别回来。视线交汇，他的眼睛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刚进门时的明艳，只剩恐惧。可是你不听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？严明听到我叫，严明抬头，我也跟你说过吧，有了我就不能有邹月了，当时你明明点头发誓，可你为什么也不听呢？还是说我紧紧盯着他，你根本不相信举头3尺有神明？还有他，我指着周周，这次眼里全是冷意。你们知道当时我看到这孩子的时候有多恶心吗？我把手边的玩具递给周周，摸了摸他的头，抬头再看傻傻看着我的3人。这下子知道为什么周周说不了话了吗？怕脏了孩子的耳朵，我没出声，只用嘴型吐出了那2个字：乱伦。而这2个字也成为压倒婆婆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：张启月，你这个贱人，王八羔子，扫把星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，关我什么事？婆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不管是公公还是严明，你可都知道的呀。我迎着他要的吃人的视线，那天你们一家5口不还其乐融融吗？我想起那天就感觉真是世界之大，原配和小三手拉手，哥哥妹妹亲亲热热。1个月前，我跟闺蜜约午饭，正等着上菜，闺蜜就提醒我看门口，严明和婆婆推着婴儿车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邹月和他妈，而我的位置是背对，所以他们根本没留意我。在餐桌上，婆婆亲昵地拉着邹月妈妈的手热聊，看起来2位亲家情投意合得很。特意走过他们身边上厕所回来的闺蜜跟我说，你婆婆只夸邹月好，还说这闺女像妈，一看就是有福气的。她撇了撇嘴继续学，不像我家里那个生不了孩子都不算个女人。你说闺蜜的眼里都是吸血，要是你婆婆知道，坐在她对面的就是她老公的三儿，跟她儿子浓情蜜意的是三儿的孩子，她的亲妹妹，她把屎把尿的大孙子是儿子跟妹妹的爱情结晶，她能不能疯？我哼了一声没说话。但那顿饭我吃的是出奇的好，在婆婆挽着亲家母走出餐厅的时候，还特意给他俩照了背影。我调出手机照片，把公公的秘密对到婆婆跟前，你看这女人的背影熟悉吗？谁才见啊？婆婆。邹月瘫坐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骗我的。周周啊呀的哭叫。而唯一刚才还好好站着的严明，此时好像也没了心骨，摇摇欲坠。不可能，我爸不可能，
邹月不可能是我妹妹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月月，他向我凑近，眼巴巴地瞅着我。可这次我不打算心软了。你可以打给我爸，我把手机递给他，或者我指了指邹月，一起去做个 DNA。看着呆愣愣的严明，我知道这把我彻底杀死了他的希望。严明，我让你这一家子兄弟姐妹在这个房子里待1个星期。离婚协议书我放在了卧室的抽屉里，1个星期后我来收房拿协议。张其月，他用手捂着脸，一副大悲大痛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你怎么能？可我透过他的指缝对上的那双眼睛，明明恨意汹涌，那里面藏着的凶兽恨不得冲出来撕裂我。残忍？你跟邹月在床上偷情的时候，残忍吗？你把他，我指着周周，领进门来的时候，残忍吗？现在你来问我，怎么这么残忍？严明，我看着他，做人可不能这样子啊！你不做1，我哪来的2？我劝你老老实实签字，否则……我蹲在严明身前，无比认真地说：你们也不想，地下的8辈祖宗都知道，你们老严家的独苗苗几代单传是个8，连严明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甚至要比他自己更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根本不会老实。那晚从房子出来之后，我就关了机，找了个温泉酒店彻底放松。等我在开机的时候，闺蜜的信息、爸妈的信息、各种朋友的留言就蹭蹭蹭的往里进，我才知晓我被网暴了。某情感博主大 V 直接发布1000多字的微博，说自己有个朋友妻子不孕不育，丈夫3代单传，但是又不想放弃这段感情，于是一起领养了孩子回来。但自养子进门，妻子就很不上心，孩子身上总是有伤，朋友妈妈实在不忍，过来帮忙，却变成了既照顾小的又照顾大的。养子生日那天，昔日妻子好友上门庆祝，因为俩人之前有过节，好友就被污蔑是朋友小三，要挟朋友净身出户，后来直接开口辱骂婆婆是贱人，把婆婆气得去了医院。养子因为年龄小，被吓到说不出话。配图周周膝盖青紫的照片，医院开具的不孕不育的证明，以及婆婆住院的照片。这条微博很快就登上了热搜，评论热度非常高，很多网友在下面咒骂我蛇蝎心肠，不想养可以不养，领回来又不负责任，怎么回事？婆婆好惨，周周好惨，这个女人好歹毒，儿子出来挨打，这种女人留着干什么？这女的是没有爸妈教吗？被顶的最高，赞的最多的留言直接叫嚣，电脑大神出来人肉这个女的，让大伙看看她是什么德行。节奏被带得很快，隔天我的个人信息就被扒了出来，住址、电话、工作单位。而我开机之后，除了朋友的关心，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来自网友的咒骂。有人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艾特我的工作单位，质问这样的员工你们还留着干什么？公司官博更直接，一则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，原因赫然写着人品德行有亏。青市晚报转发公司微博，配文人在做天在看，甚至还有短视频博主带头解读事件，扬言不要以为不触犯法律的作恶就可以不付出代价，自有有人会正义出手。我一条一条的看，那些染着剧毒的留言就像一把锋利的刀，毫不留情地甩过来，但可惜此时我已身披铠甲。严明，你想怎样？我把电话打给他。张其月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他在电话里笑得很得意。我听说你公司直接单方面解雇啊。啧，怎么害怕了？你想怎样？把房子过户给我，这事我就不追究。原来严明从来就没停止过对我房子的念想。他在青市奋斗了4年，却还是付不起一套房子的首付。他爸当年酒驾车祸，不仅赔了1条命，还有全部家底。婆婆没搬过来之前，一直租住在老旧又憋屈的一居室。严明一直渴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刚结婚那会，他鼓动我把这套我爸婚前给我买的房子卖了，
添点钱，我们一起买个大的，等有孩子了过得也舒坦。房子我们都看好了。多亏他妈那时候生病着急用钱没买成，原来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我呢。严明，我冷冷地开口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后悔，你别后悔就行。他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。事件发酵第3天，舆论白热化，各大营销号全都带话题蹭流量。律师账号开始教大众这种案子，离婚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益。两性博主开始交流婚姻里，男方弱势了怎么办？甚至还有关爱儿童账号声称要帮周周申请合法权益，关注儿童健康。第3天晚上，我在微博实名发布严明与邹月的打码上床视频。这3天，我收集到所有发布过这件事的官方大 V 营销账号，配文：我老公和小三床上大战视频封上，因网络文明，想要高清无码的请私信我。微博刚发出不久，就被顶到了本地热搜榜，舆论开始全面倒戈。WC， 这怎么回事？故意诬陷？男的恶人先告状？我就说这种事怎么可能一面之词？这下好了，玩脱了吧？2极反转啊！接着我又发了一条微博，这次是邹月和严明的亲子鉴定，又了一遍所有账号以及严明他们单位官博，配文：惊！我老公竟然跟他同父异母的亲妹妹苟合，天理难容。亲子鉴定如下，床戏视频请参考上一条。这下直接把井号事件的真相究竟有多离谱井号话题砸到热搜第2，从热干到爆。今天的最后一条微博，我把严明、邹月、周周拼接的照片连带着亲子鉴定发了出去，特意艾特了之前说要帮周周申请合法权益的账号，配文：这对兄妹偷情生下的孩子要塞给我养，我可养不了，要不您来。3条微博干废了当天的热搜话题。接着我就联系了闺蜜，让她以律师的身份帮我起诉那些造谣的账号，甭管是以公信力著称的官方八卦的营销账号，还是大几百粉丝的博主倒诉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，不是随便胡说之后再不痛不痒的发个道歉微博就能了事的。我要让他们都付出代价，只有足够疼足够痛，他们以后才不敢随随便便张嘴就要。我没有再给严明签离婚协议的机会，直接法庭起诉。因为证据充足，很快就判了离婚。从民政局走出来那天，阳光甚好。彻底分开之前，严明哀哀地看着我：月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头来过，这次我一定对你好。我走进严明，像往常无数次一样，帮他体贴地整理好掖领，轻轻拍走肩膀上沾染的灰尘。他好像备受鼓舞，一脸期待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四目相对。严明，祝你们一家5口幸福快乐。